你敢保证今天你吃到的生鱼片真的安全吗？就在日本，一则让人毛骨悚然的新闻传了开来，短短几天内，因为吃到被肠盐弧菌污染的海鲜，已经有数十人送医急救，甚至传出死亡案例。别以为这只是日本的问题，因为肠盐弧菌就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，尤其在台湾的夏天，它几乎无所不在。那肠盐弧菌到底是什么？如果你听到弧菌，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霍乱弧菌，对吧？这两种细菌虽然同属弧菌家族，但特性差异非常大。想象一下，一个是爱盐的海鲜派，另一个是爱水的公共卫生杀手。先从外形说起吧。肠盐弧菌和霍乱弧菌在显微镜下看起来都很像，都是革兰氏阴性的小小弯弯杆菌，染色之后会呈粉红色。不同的是，肠盐弧菌是盐菌，最爱盐分在 2% 到 3% 的环境，常出现在海水和海鲜中。相反的，霍乱弧菌不需要这么多盐分，它更偏好低盐或淡水环境，比如受污染的井水或河水。我们吃进肠盐弧菌的机会比你想象的还高。只要吃到没有煮熟的生蚝、生鱼片、海瓜子、螃蟹或虾子，就可能把肠盐弧菌吞下肚。霍乱弧菌则不同，它主要透过水大规模传播，饮用被粪便污染的水源或用这些水清洗食物，就可能感染。这也是为什么霍乱疫情常在水灾、公共卫生环境差的地区爆发。接下来说说症状。肠盐弧菌的潜伏期大概4到30小时，通常会引起急性肠胃炎，症状包括水泻、腹痛、恶心、呕吐，有时还会发烧。大部分免疫正常的人，大约3天到1周就能自愈。霍乱弧菌可莫那么客气，它会分泌大量的霍乱毒素，让肠道的水分失控排出，一天腹泻量可能超过10公升。严重时，粪便会变成米汤样便，极度脱水，甚至出现休克。如果不补充水分及电解质，死亡率可以高达 50%， 但有适当治疗时，死亡率能降到 1% 以下。那在台湾，两者的防疫规范也不同。肠盐弧菌感染不是法定传染病，但是如果发生食物中毒群聚事件，卫生单位会介入调查。霍乱则不同，它在台湾属于第2类法定传染病，只要医院确诊，必须立刻通报并启动防疫措施。说到鉴定和检验，过往会透过革兰氏染色的细菌形态与 TCBS 培养基上菌落颜色来初步判断，现在实验室更常使用自动化细菌鉴定系统，搭配药敏测试，最快只要5小时就能确认是肠盐弧菌还是霍乱弧菌，并评估对哪些抗生素有效。此外，飞行质谱仪分析仪或 PCR 检测也越来越普遍，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快速且准确的鉴定。至于预防，肠盐弧菌的重点只有一个：加热。因为肠盐弧菌不耐高温，只要食物中心温度达到70摄氏度以上，就能杀死它。冷藏没用，它对低温有一定耐受力，干燥也能快速抑制它，但最有效的还是彻底煮熟。霍乱的预防则关键在水源安全，喝煮沸过的水，避免用生水清洗食物，保持环境卫生。如果要到霍乱疫区旅行，可以考虑接种口服疫苗。别小看肠盐弧菌，它虽然大多数时候只是拉肚子，但如果感染者是免疫力低下的长者、慢性病患者，或者吃到的菌量太大，还是有可能导致败血症甚至死亡。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新闻会震惊大家，因为高风险族群一旦感染，后果非常严重。所以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敢保证下一口生鱼片真的安全吗？如果你常吃生蚝，爱生鱼片或喜欢海鲜，那这支影片一定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让大家都知道怎么吃得更安全。想了解更多食安与检验的最新资讯，记得订阅小小观察，大大检验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会用最简单、最科学的方式陪你一起守护健康。